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。 喂，120啊，我是邦利房地产1号工地，有人晕倒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尽快派车来吧。好。哥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哎，看车有没有？哎。 速效救心丸，他有心脏病。大叔，大叔，坚持住！大叔，大叔能听见吗？坚持住啊，大叔！大叔，你醒醒啊！大叔。 大叔，哎，有反应了！哎，大叔，哎，起来啊，慢点啊！谢谢，坚持住！大家帮忙抬一下！来，1、2、3，来那边，升起来！这里有没有病人家属？啊？没有。 啊，那谁打电话叫个车？我打的。啊，那跟着上车吧。再来一个人帮忙。走。啊！我拿着。喂，谁啊？ 你好，我们是平谷医院，通知你一下，你父亲得了心肌梗，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住在心内科318病房，你赶紧过来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父亲得了心肌梗，住在心内科318病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怎么样？检查结果他是心肌梗，需要观察一段时间，好好治疗。目前这种疾病非常危险，作为家属，以后让他多注意休息，不要过于激动，不能劳累，按时吃药。好的，谢谢啊。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不要紧，阎王爷不收我，别担心。 没事了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哦，医生说，先生没什么大事情，只要他多休息，别激动就行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？你们认识？哥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。啊，是这样，王先生，我们跟你女儿之前见过。 有过一些误会，没什么大事。小慧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想知道，您是在哪儿出的事儿？他们又是怎么救的你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感谢人家。爸，这情况都没搞清楚呢，谢他们什么呀？他们我了解，我现在怀疑，他们是不是别有企图？哎。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好心把你爸送到医院来，你这不但不领情，不感谢我们，还把我们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这没人性嘛！这是病房，声音小点。王先生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等等，小伙子，
能不能把你们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？没这个必要了，走走走。我们应该做的，您早日康复，再见。哎，爸，你看到了吧？什么人啊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根本就不值得感谢。小慧儿，是你误会了人家。你如实的告诉我，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？这太气人了，就应该找那个姓王的评评理。我把钱包找着了，还给他女儿了，就应该感谢感谢我呀，多少还得给点是吧？你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有错？哥，你说说我错哪了啊？那200块钱就是我应得的，我就是跟他们要2000块钱，他们也应该给。捡到东西归还失主，这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准则。这话您跟他说说啊，别在这儿教训我。他们如果要是认为我有错的话，报案去，让警察收拾我。好，他报案，警察来了，找到你了，还不还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，反正我没觉得我错。小慧儿啊，做人要知恩图报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人家既然把东西还给了你，你应该感谢人家。还有啊，以后考虑问题、说话办事，别总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别人考虑考虑人家的感受。别动不动就摆出你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您在工地是怎么受伤的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他们2个设的局？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您不就上当了？你呀，什么时候能改掉你这自以为是的毛病呢？为什么把人想象的那么坏呢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去道歉。哎呀，好了吧，别说我的事儿了。你说你怎么有心脏病？您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呀。我告诉你，是有原因的。在我们所有的亲人当中，你妈妈活着的时候，只有她一个人知道。现在你是第2个人。您不告诉我，是不是怕我担心啊？这只是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，特别是在生意场上。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有心脏病，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有这么复杂吗？不懂。以后你会懂的。好了爸，那您歇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来，喝点茶。这么客气干嘛，陆哥？哎呀，来，喝茶。今天你们2个干了一件大好事儿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嗨，人家犯心脏病倒在我们工地上，搁着谁都会救的，正好我们碰上了。你们可不知道，你们今天把谁给救了？谁？不是王先生吗？对，邦利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邦利。董事长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董事长自己一个人来工地啊？我看别人的那公司董事长都是跟皇上似的，一出来都前呼后拥的。可不是嘛，这王邦利董事长啊，他就是喜欢微服私访。真没想到今天跑到我承包的工地上来了，还好遇到你们2个把他给救了，不然呐，连我都要喝西北风了。不过这董事长身体确实让人担心啊，说倒就倒。那陆哥，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？说什么呢？没问题啊，今晚兑现，请你们喝酒。另外啊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给你们2个每个人都加工资。好啊，加多少？小子，毕恭啊！不会亏待你的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最近皮肤好干呐。睡眠不足吧，多喝点水。赵姐，
不好意思啊，我想去下洗手间，但是我约了个客户，他马上要过来，万一找我的话，您帮我跟他说一下呗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有客户来了，你过去接待一下吧，我客户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好了。叔阿姨，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你二位是来看房的吧？是啊，是啊。我们提前打电话跟一个姓戴的姑娘约好了。是啊，上次我们邻居就是他负责接待的，请问他在吗？他呀，他不在。哦，他出去办事儿了。要不我来接待你们吧？哎，不用，我们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，下次我们提前跟他约好，调个时间再来吧。哎，好吧，好吧。好，好吗？那您二位慢走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哼，真是个狐狸精，会妖术，连老头老太太都不放。说谁呢？还能是谁呀？还不是那狐狸精？要不是他，怎么能把咱金里迷得5迷3道的？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业绩？我早就想到了，他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咱们这儿来售楼，要是无利可图，他才不来呢。哎，人家有文凭，做起事来一套一套的，咱哪能比得上呀？不是吗？什么情况呀？这是，你有什么指示，我肯定支持。咱不能在办公室里说吗？在你办公室说，你当我疯了？啊？像你这种人啊，跟你说话就必须在这种公共场合，要不然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有什么问题谁说得清楚？大家说是吧？对吧？对。大小姐，吃了强药似的。少良是哪儿得罪您了？您提出来，我马上改正。你别装的满口仁义道德的，这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呀？一肚子的男盗女娼。马少良，我警告你，戴玲玲她是我同学，你要是再敢打她主意，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大小姐，说话得注意文明礼貌。你这么说话忒跌份。小戴的事儿啊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我呢跟他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我有时候对他有鼓励有支持，开个玩笑，那都是对年轻同志的爱护。他自己是不是想多了呀？你少废话，跟我来这套。我警告你啊，马少良，你别以权力之便贪赃枉法，还玩弄女人，你这样迟早会遭报应。大小姐。你更年期来的这么早呢，那以后家庭能幸？看什么看呢？看什么看呢？啊！我警告你们啊，听见领导有绯闻，不要羡慕嫉妒恨，更不许在公司里传谣造谣啊！好，我们1号工地的水泥啊，最多只能持续3天的时间就全部用完了啊！我希望能把我们的货提前送到。这个没问题，按照计划早已经安排好，最晚明天下午到货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这儿说，老板，有个问题向您汇报。最近这2天，工地上的钢筋总是莫名其妙的不断减少，数量很明显。有这事儿？发现什么可疑迹象了吗？没有，但我敢肯定，这些钢材是被人偷走的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去千万不要声张啊！发现什么可疑迹象，及时向我汇报。好，注意多观察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抬起来！彪子！到个办公室来一下。马经理，
我现在正在工作，不方便过去。有什么事儿在这说吧。好好，就在这说。坐。换你紧张。彪子，我问你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是偷这钢材？咱俩是一个村兄弟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啊！你真是太丢人了！陆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跟我说，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？这是第几回了？第5回。老婆刚生孩子，您也知道我家那情况，真需要钱。你有困难需要钱，你跟我说呀！你干嘛你问我啊？彪子，我知道你本质不坏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真的一点没掺假。你不说是吧？我现在就报警！啊，陆哥，我说，都是浩胜那小子，浩胜跟我玩牌，输了不少钱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见面的那个万总吗？哦，记得。马经理，你有什么事情大点声音说，别神秘兮兮的，我耳朵不太好。就是万总买房子的事儿嘛。哎，这笔业务可跟你有关啊。人家说了，约我们下午5点钟谈，具体事项。晚上还要一起吃个饭，你必须去啊。啊，吃饭我就不去了。今天我有个客户是提前约好的，我得接待一下。哎呀，万总是个大单，你这随便找个谁帮你接待一下不就完了吗？真的不行，马经理，那是我自己的客户，必须自己接待。什么？这事真和浩胜有关系？可不是嘛！浩胜每天下班带着彪子和公司的几个工人打牌赌钱，彪子都输了好几千了。他老婆生孩子管他要钱，他都拿不出来呀。这个浩胜啊，每天逼着他还债，彪子没有办法了，他只能偷钢材卖钱，做出这种丑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我跟他说过好多回，千万别瞎胡闹。可结果还是出事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弟弟真不争气。陆哥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浩强，咱们都是当过兵的人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优良传统不能丢啊！一盘散沙，打不了胜仗。彪子是我一个村里乡亲，我不打算报警，也不打算追究法律责任。不过，凡是这次参与赌博的人，都不能在这干了，不然我这队伍没法带啊！浩强，我希望你理解我，不要介意。我理解，陆哥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陆哥，谢谢这些日子对我这么关照，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说让你走啊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能走。万总这可是个大单呐，小戴，人家一买就是10几套房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干我们这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业绩。他这一下顶你2个月的业绩，你业绩只要上去了，提薪、升职，指日可待啊。娘，我跟你讲啊，他这笔单子，别的公司都看着呢，那是垂涎3尺，虎视眈眈。马经理，我的客户快到了，我得去接待一下。小戴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干什么呢？他们？你敬业一点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如果因为你不去，人家万总觉得没面子，
这笔单子我们失去了，你的日子不好过，我的日子不好过，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又是戴玲玲。行，我去。那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跟客户打个电话，跟他们说一下，改天再来。把手机关了。哎，正常你们回来。房租到期了，你们是续交呢还是搬家呀？我们不搬，接着住。那好啊，那交一下房租吧。不过我得说清楚啊，以前是照顾你们，让你们1个月一交，现在可不比以前了，你们得跟其他人一样，一交就得半年，要不我就把房子收回来租给别人。大哥，半年一交。不瞒您说，最近手头吧确实有点紧，你再帮个忙，我们2个月一交行不行？什么2个月？不行，以前就是照顾你们了，不能再照顾了。你想想，其他人跟你们似的，那我不得喝西北风呢？我收什么房租，过什么日子呀？你们不是没钱吗？没关系，搬家走人。哎，大哥，您再通融一下行吗？我们现在确实是手头紧，没那么多。再说了，我们今天刚刚丢了工作，明天都不知道在哪儿喝粥呢。您就高抬贵手，再让我们缓2天好吗？工作都没了，你要不说这个，没准还能宽限几天。你现在没工作，我让你住我这儿，不等于自己砸我自己饭碗吗？走吧。哎，大哥，这样行不行？再宽限2天，我去想办法，一定把钱凑齐了啊！浩强，我这刚想跟你打电话了，你就给我打过来了，有什么事儿？还是关于租房那事儿，想麻烦你帮我个忙。怎么了？你要搬家啊？不是搬家，是房东下午来找过我，他说要我交房租，而且一交吧就得半年，否则就搬走。我哪有那么多钱？哦，明白。说吧，差多少啊？我算了算，怎么也得1800。算你小子命好，我这也刚开工资。这样吧，我今天晚上把钱给你送过去。哎，你要怎么感谢我呀？晚上去我家吃饺子，怎么样？吃饺子，行。好，晚上见。张瑶，想不想吃饺子？吃饺子？啊？就你那点小心眼儿，你还想骗我？我看吃饺子是假，你是有别的事儿吧？我想借点钱。借多少？800。800？就800。哎，下个月我卖裤子我都还你。哎，你借不借你？啊？哎，大妈，大妈，哎，您来了，快坐快坐。这来就来了，还买什么东西啊？这孩子。嗨，我顺手。哎，大妈，你怎么能吃这个呀？你身体刚好，吃这个可不行啊。哎呀，我这饿了就是垫吧一口。这家里平时日子也就这样。哎呀，大妈，这什么日子呀？大妈，好强好胜呢。浩强啊，他说你今天来去买点菜，回来咱包饺子。浩胜出去可能找工作了。
2000块钱，你先收着。哎呦，这孩子干什么呀？不要，拿着吧。大妈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浩强找我借的，咱先把房租交上。还有一件事啊，就是我在园丁小区啊帮他找了一份工作，当保安。条件呢可能不是太好，但是能够维持生活。明天早上8点，你让他俩来我单位找我，我带他们去面试。好，谢谢你了，文平。哎，孩子，别急着走啊，晚上吃完饺子再走。我就不吃了。来，老万，我代表我们帮你敬你一杯啊！来，没事，我们先喝啊！来，亲爱的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哦。宝贝儿啊，还是你了解我。不错，味道不错。别愣着，来，今晚做一杯。好。哎，老万，我就佩服你们公司，太厉害了啊！一人奖励1套房子，这什么气派啊？这是，我好羡慕，好羡慕。马经理啊，你要是羡慕，那就辞职吧，到我们公司来，怎么样？老万，羡慕归羡慕，但这个人呐，虽然在商言商，但也得讲感情的。我跟我们帮力老大那是10几年的关系，我是跟着我们王老大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之一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都不会背叛我们家帮力老大，是吧，小戴？哎，马经理，下一步有什么活动啊？卡拉 OK 呀，包房已经给您订好了。着急了不是？着急了不是？老万来，那咱们就不废话了，杯中酒之后，咱们就转场啊！来，好。妈，哥，你们不在吃点儿？我们吃饱了，快吃吧。那我自己来了。哥，自打工地回来你就一直闷闷不乐的，我问你什么你也不回答。我就是想问你明天到底怎么着？行了，不捏了。是啊，这文平来说的那个事儿，你们哥俩商量商量，去还是不去啊？明天早上8点，他还等你们俩呢。我不去，让浩胜去吧。咱们俩以后别在一块干了，我丢不起那人。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确实做的不对，不也跟你道歉了吗？可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儿，不都是为了妈好，为了咱们这个家好吗？想多挣点钱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这日子怎么过？欠个钱怎么还啊？你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方法是错的。你不能总是好心办坏事啊！你想挣钱没错，但是要取之有道，1不能偷，2不能抢，3也不能赌啊！上次酒店那事儿，你拿半条鱼回家讲给妈吃，结果呢，鱼没拿回来，工作还丢了。这次呢，你赌博赌的彪子连生孩子钱都没有了，你像话吗？不是哥，你别这么说我呀！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嘛。你也知道难听啊，那做出来不是更难看吗？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你自己想想吧。好啊，哥，你说的都有道理，我听你的，咱们俩一块儿干吧，啊？我原来怎么没发现公司有这么多事儿啊？4个字，头大如斗。现在你知道了，老板不好当吧？以后啊，你要在实践中学会经营管理，逐步的摸索经验。再过几年，爸爸也老了，公司迟早要交给你，所以你不要太贪玩了，收心啊。得了吧，你有这时间培养我，我觉得您还不如花时间找一个有能力、有基础的亲戚，
或者找一个职业经理人，总比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强吧？你以为找一个忠心不二的人那么容易吗？我一直在物色，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愿意把辛辛苦苦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拱手让给别人。爸，这要我说呢，您这就是晴天怕雨伞卖不出去，雨天又怕草鞋烂在家里。那要不干脆这样吧，咱们呢把公司都卖了，反正这钱是一辈子也挣不完的，咱们出国旅游去。最难得的还不是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开开心心的，您说对吧？行了行了，这公司发展的这么好，怎么能说卖就卖呢？啊！好，好，好，都听您的，不卖不卖啊！您呀，小心您这小心脏。小心点啊，注意点。好了，你看看试试。哎，亮了。真辛苦你了。您别客气，这换成灯泡以后啊，它不仅更亮了，而且省电。你儿子当兵不在北京，以后家里有事儿随时打电话给我。那谢谢你了，小沈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您别那么客气。你这小伙子，大家反应都特别好，就不像跟你来的那个保安，他整天就在这小区闲逛悠。这个事儿我跟他说了好几遍了，他都不管我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会去说他啊。行，那你到屋里多喝点水。不了不了，不喝了，奶奶走了啊。谢谢你了啊，来玩了啊。叔叔阿姨，您对这个小区的绿化还满意吗？嗯，挺满意的，挺好的。绿化呢，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。我们现在这个现房销售啊，正在搞活动呢。如果呢您是贷款买房的话，价格大概可以优惠到2%。但要是你们自己有实力，我建议呢，最好是一次性付清。如果你们全款付清的话，价格可以优惠到5%呢，可以省不少钱。关于付款方式呢，我们回去和孩子商量一下，尽快的告诉你。好好，没问题。只是这个价格优惠活动啊，只有1周的时间，只剩下最后3天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想抓住这个好机会的话，最好就抓紧点时间，尽快的给我电话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那叔叔阿姨，今天先这样。我就等你们电话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尽快联系我啊。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马经理，有事吗？玲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我也急事找你。我刚才带客户看房呢，手机调静音了，没听到。啊，不闲聊了啊，是这样的，一会儿你就去3号样板间，我有个客户来啊，我现在有急事走不开，你帮我去接待一下，听见没有？好，知道了。哥，一惊一乍吓我一跳。出来。上班时间你干嘛呢？哥，你别那么严肃嘛，这领导又不在。你少嬉皮笑脸的，又想被开除是不是？哥，你跟我较这个真儿干嘛呀？啊？现在又没有车辆进出，那我闲得慌吗？看会儿书嘛。看书是好事情，但不是现在。咱们穿这身衣服，首先要注意自我形象。你说你翘个腿在桌上算怎么回事啊？行，我错了啊，我错了，我听你的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
浩强，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方江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哎，赶紧下车！之前的事怎么还没说清楚呢？哎，亲爱的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别下车了。浩强，鱼塘的事儿，芳香跟我说了。我当时去村里找过你，特别想帮你解决问题，渡过难关。可是村里人说你进城了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你。请你把车开走，不要堵在门口。不能走！赶紧给我下车啊！这事没说清楚，谁都不能走！你别胡闹行不行？没有人呢，你不有事儿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上班完了，来看看。那忙完了，你接待吧，我去工作了。哎呀，丽儿，干嘛呢？还为以前的事跟我赌气呢？别赌气了，别赌气了，我跟你解释解释，你就不生气了啊？没必要解释。非得逼我跟你表白啊？淘气！行，我喜欢你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你。你，马经理，我觉得你能做到今天的位置也不容易，请你自重，好自为之。浩翔，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我和芳香已经订婚了。那恭喜你们。芳香，你真行啊！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是瞎了眼了。不过今天我算是看透你了，这么快就把我哥给忘了。你良心是不是被狗给吃了？你少说人行不行？我要说，芳香，你和我哥谈了6年恋爱，我哥哪点对你不好了？我们沈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，当即退了婚。我说你就是狼心狗肺，没有人性，你就是一心想嫁个有钱人是吧？卑鄙无耻！你别说了行不行？我要说，我就要说，我要教训他，我要羞辱他，我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这副德行。行了，这样吧，有件事情我通知一下二位。后天是我跟芳香大喜的日子，酒店就设在斯特斯大酒店。浩翔，你可务必要来参加呀！不好意思，我要上班。这个没事儿，浩翔，我跟你们物业公司那个黄经理很熟了，到时候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不就放你1天假吗？强起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个王八蛋！你就是跪下来求着我哥，8抬大轿抬着我哥他也不会去参加的，真丢人。浩胜，我懒得理你，也懒得跟你废话，好好当你的保安吧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你给我站着！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你要干嘛啊？你烦不烦？江琪，你别走！你给我站着！下车来！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来，给我下车来！下车！听见没有？我下车！把话说清楚！好。
王经理吗？我现在在你小区门口。哦，你开车进来啊？我在办公室等你。我倒是想进去，你们这儿的保安可好，不但不让我进，还把我车给砸了。你说怎么办？这是谁干的？简直是胆大包天！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去。你自找的。你要干嘛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听到没有？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报警了！报警，报警！警察来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我还什么都没做，要报警！莲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得办聪明事儿。跟领导好怎么了？跟领导好的人多了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嫉妒去啊！从了我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我一切都会满足你，我会对你好的。马少良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那种人。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啊！我告诉你，叫你连信号都没有，叫吧，叫了谁也听不见。放开我！怎么咬人呢？这个问题性质非常恶劣，你们哥俩，第一，必须向江总道歉；第二，负责给江总修车，费用自理；第三，回去血分检查必须严肃处理。我才不会给这个王八蛋道歉！你怎么说话呢？王经理，这样吧，我和沈浩强是老同学了，看在多年的情谊上，这件事情还是私了吧。还有，我不希望你们物业公司再追究他们俩的责任了，好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哥俩看看，好好看看，人江总多么大度啊！你们呢？身为小区保安人员，竟然在小区门口寻衅滋事，太不像话了！要不是人江总求情，我立马就开除你们。算了算了，王经理，你呢也消消气，我倒没受什么伤。哎，亲爱的，可是把我亲爱的给吓着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别耽误工作。沈浩强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没有。你们哥俩回去写检查，等候处理。江琪，你别在这儿做好人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不可理喻。董事长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我恳求您，希望您能替我做主，秉公办理，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。你是说马少良对你欲行不轨？没错。玲玲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董事长，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。其实这件事情，前些天我还找过我的同学王小慧帮忙，可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马经理他不但没有任何改变，而且还得寸进尺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现在可以把他叫过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方香，你刚才都看见了，沈浩强他们现在混得有多惨。你当初还哭哭啼啼非要嫁给他，现在知道我有多好了吧？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亲爱的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看见老情人心里难受了？江琪，你够了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喂，王经理，你好。你好，江总，我想问一下，汽车修好了吗？花了多少钱？刚修好，花了2200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经过研究，已经做出决定，一是赔修车钱，二是辞退。你看这样处理行吗？还有什么要求？好，
就照你们的决定做啊！我开车呢，先挂了。张琪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刚刚不是说不追究了吗？你怎么当人一套背人一套啊？出尔反尔，小人！呦，还把你给气的！你都听见了，是他们物业公司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，跟我没关系。亲爱的，不要再去招惹他们了，免得是非太多。你可别忘了，后天就是我们大喜的日子。哥，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你怎么这么好欺负啊？他凭什么扣咱们工资赔给江琪啊？以后遇到事情能不能不那么冲动，冷静一点，想想后果，行吗？这多长时间，工作又丢了。宋婷知道多没面子。面子？哼，面子值几个钱？我看你就是谨小慎微、胆小怕事，才向江琪低头的吧？我说你这个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哥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很佩服你，可这件事儿我对你很有意见。未婚妻被人给抢走了，现在见着面了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真窝囊。反正我忍不了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我跟你说，你别乱来啊，还嫌麻烦不够多。我知道你怕我惹麻烦，你不想让芳香为难，可你这么做算是个男子汉吗？哥，你看看我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么胡闹下去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妈知道了，她受得了吗？董事长，您找我。马少良，哎，戴玲玲是不是你部门的员工？是啊。我希望你要跟我说实话。董事长，是不是小戴跟您说过什么？我在问你。董事长，我错了。事实情况是这样的，在长期的工作中，我对小戴产生了感情，实在是情不自禁，我胡说八道，我对小戴表达了我的爱意。马少良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？你敢不敢把你的手给董事长看看？董事长，根本不是他说的这样的，是他把我骗到样板间，也没有什么客户。他抱着我，还要非礼我，我没有办法才咬了他的手。董事长，我错了。董事长，滚起来！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色迷心窍啊！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，我还违反了公司的规定。可是董事长，您念在我那么多年为您鞍前马后、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当面跟小戴赔礼。玲玲啊，我对不住你，马哥错了，马哥伤害了你，你给马哥个机会，让我当着董事长的面给你道个歉。你要是觉得还不解气，你当着董事长的面，你打马哥一顿啊！马哥不是人，马哥错了，我该死，我错了。马哥再也不敢这样。给我滚出去！是。董事长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帮我主持公道。他的这个行为，按照公司规定，必须开除。但是，公司是大家的，一旦执行起来，销售部门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，也会造成经济损失。所以我想，能够达成和解，留用查看，下不为例。
他要是再敢犯，我绝不姑息杨戬，马上让他开除滚蛋。亮亮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谢谢董事长。妈，吃饭。哎，浩胜呢？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？上班去了。什么？他上班去了？我还在这儿呢，他上什么班？就是啊。是啊，这平时上班都是一块走一块回的。这怎么就一个人跑了？谁知道的？你俩闹别扭了？怎么可能呢，妈？哥，你看看我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妈，你先吃着，我找浩胜去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你吃吧。新郎江琪先生、新娘芳香女士互相交换结婚戒指。现场的各位亲朋好友，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。这什么婚礼？这让你给搅和了。江协、方强，恭喜你们啊！一个王八，一个乌龟，俩终于凑一块儿了啊！表演很精彩，结束了吧？别带走。江启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不得好死！方强，你水性杨火！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虚惊一场。这是我从马戏团请来的小丑，给大家表演一下。没事了啊！服务员，上菜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是搞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，这婚礼全让他给搅了，这个。
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啊？平时一直跟你说遇事情冷静，别冲动，你答应的好好的。可该怎么做还怎么做，这回好了，捅着这么大的篓子，直接被拘留了。哥，你老替别人着想，你忍得了，我忍不了。谁要是跟你不对付的话，我就得出口气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可代价也太大了吧？被拘留什么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反正这口气我出了，我痛快了，值了。值什么值？哦，对了，千万别让妈知道，免得刺激了她。你也知道心疼妈。杜平啊，你真的不知道啊，那个马经理确实是过分呢，他逼得玲玲没办法才去找的董事长。他一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，就算有点过分，还能怎么着？也就是动动嘴，动动手，他还能吃了他呀？大嫂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也是个女的吧？妈，我来帮你。哎，我说错了吗？男人占女人点小便宜，算多大个事儿啊？再说了，他会白占你便宜吗？如果占点小便宜能升职加薪，有什么不好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傻瓜呀？榆木脑袋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哈！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啊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他大嫂，妈，你给我松开！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反了吧你啊！玲玲，你别惹你嫂子生气，你快走吧，玲玲。我说的又没错。你向着你闺女是不是？你给我松开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怎么样啊？有没有闪着腰啊？你干什么啊你？赶紧给妈道歉！道歉？该道歉的是你。我告诉你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给人道过歉。老太太，今天这个家有她就不能有我，有我就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什么人呢？明天我就回部队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妈那边也常去看着点啊。浩强，我听说部队可辛苦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家里这边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妈，也会照顾好我自己。我一定会等你回来。亲爱的，还没睡啊？等着我呢。老婆，今天是我们俩大喜的日子。虽然沈耀胜过来闹了这么一番儿，但是不妨大碍。我终于娶到你了，我特别开心。我终于可以叫你老婆了。张琪，我想
有些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就让它过去，别再跟浩胜计较了，好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想说，我们原谅浩胜吧，咱不跟他一般计较，好不好？怎么？任浩强找过你了？没有，我跟浩强已经很久不联系了。我是想说，浩胜脾气性格我们都了解，他就是容易一时冲动。其实他人品并不坏，对不对？他破坏我的婚礼，他人品不坏，难道是我人品坏吗？张琪，你先别生气。我不是想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我们何必把事情搞大，搞得满城风雨的，弄得两败俱伤，对谁都不好。你说是不是？哼，你以为我会怕他们？方夏，我看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你是怕把事情闹僵了，以后跟沈浩强没法见面了，是吧？江琪，我既然已经嫁给你了，就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任何人再有任何的瓜葛。不是，进屋了你就替他求情，分明是余情未了。江琪。